雷家堡弟子雷无杰问剑雪夜剑仙。好，我已经来了。你不出剑吗？这个就够了，出招吧。我有一剑，名曰杀父，请剑仙赐教。 学艺不精就敢问剑，你师傅就是这样教你的吗？啊！姐，这样偷懒，以后如何与阿杰一起并列江湖？练不好剑又如何？反正我们现在也很快乐呀。不，我们一定要成为剑仙。哇，吴姐，姐姐要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从今日起，我随母姓。 改名李寒一，姐姐，我要前往剑心冢，跟随外公练剑。这些年，姐姐醉心练剑，成为雪月剑仙，恐怕早就把我给忘了吧。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你的成长，只是身为城主，有些事情身不由己。 没想到一晃数年，你都长这么大了。我这次来，是为了我师父雷轰，他病情愈加严重，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见一次最美一剑月溪花尘。雷家堡弟子雷无杰，望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见我师父雷轰。你既闯了登天阁，按规矩。 就是我的弟子，那一件月溪花尘，我交给你，你亲自带给雷轰吧。可我师父想见你使这最美一剑，姐，你就跟我去雷家堡吧。不去。哎，姐，姐，该找上门的，还是找来了。司空城主。 这一剑之美，可不仅仅是剑美，背后更有一段爱情故事。真的吗？哎，来这边坐。司空城主，你快跟我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就是道剑双修的赵玉珍。姑娘，你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姑娘？你就是啊。我是雪月城李寒一。李寒一，好清冷的名字。我想问问你的剑。现在不行。为什么？我等着吃桃子呢。要来问剑，等我桃子熟了再说。桃，我让你吃个屁！ 小仙女，小仙女，下次可还来3月之后，再来问剑于你。好，3个月后，我在桃树下等你。师傅说的对，漂亮的女人都是会骗人的。约定之期已过，小仙女却没有来。喂，小仙女，你来了。
你为什么总喜欢戴着面具啊？拔剑，看来你换了新的佩剑。拔剑，你也把面具摘了，我就拔剑。你可以了吧？出剑吧。月西花城。去。见了这一剑之美，从此我雷轰不再涌泉，不成剑仙，誓不出关。那后来呢？我姐她去赴约了吗？赴不赴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死也不说，一个死不出门。这两个人，司空城主，萧公子，萧瑟，你好了。某人欠我的500两还没还，我怎么舍得有事呢？啊，我把这事给忘了。哎，走，咱们现在去找我姐拿银子去。走。走了。慢点儿。姐，这是我初入江湖时所用的剑，名唤听雨，给你了。听雨，好好听的名字。姐，这剑虽是好剑，可它拔不出来啊！是不是你太长时间没用生锈了？这是外公李素王所铸，是一把有灵性的剑。你要想拔此剑，必须要找到拔剑的理由。拔剑的理由。对了，姐，你有500两银子吧？不务正业。大表姐，我带你逛逛我们雪月城，这里有好多好东西。走走走。大表姐，我们雪月城热闹吧？萧瑟，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也喜欢叶姑娘？也？哎呀，原本不喜欢，但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叶姑娘好像确实不错。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轻浮啊？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当然喜欢。哦。哎，既然你伤势见好了，咱们就公平竞争。不必。哎，你姑娘，来随便看看啊。这女孩子家的东西，你凑什么热闹？大师姐，我有一个朋友，他想挑个礼物送给喜欢的女孩，你帮我看一看吧。
一定要最好的、最贵的那种。朋友，那你爹告诉你那个朋友，你就说，只要是诚心的，哪怕是路边的狗尾巴草，河边的鹅卵石，亦或是清晨拂过他面庞的第一片柳叶，只要是他送的，都会喜欢。真的吗？啊，狗尾巴草、石头、柳树，太好了，谢谢大师姐。大表姐，你帮我挑个簪子。我戴这个好看吗？不好看。师傅，那个女子的眼神很像那个妖僧。这位姑娘，好生面熟啊！无双城的人跑到我们雪月城来做什么呀？怎么，你们雪月城的人还怕我们无双城的人来吗？当然欢迎你们来了。我们雪月城的街景这么繁华，这么热闹，想必你们无双城太过冷清，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位姑娘，我们是否曾经见过？何负一睹芳容？好你个老色鬼，你有没有廉耻啊？啊，还想一睹芳容？你想得美呢你！知不知道羞耻啊？一把年纪了，还对我表姐上下其手、动手动脚的，滚回去！表姐，不要理这个老流氓，咱们走。师傅，云飞，去查一下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是。公子，查到了。公子不要再查了，我知道你故意暴露自己，就是想引出幕后主使，可你这次差点就……无论白小棠如何查，结果依旧如此。当年琅琊王被诬谋反，他的确是自尽。琅琊王害怕与明德帝之间的兄弟猜忌，会影响到好不容易稳定的北离社稷，为了大局，做出了这个决定。对了，暗河的杀手是赤王派来的。不仅是赤王，我怀疑背后搅动风云的另有其人。黄金棺材的消息是从宫里传出来的，或许背后之人与琅琊王案有关，还有暗河的杀手，非我武功的人。父皇，你听说了吗？楚河出现在雪月城了。禀父皇，儿臣也是刚知道。你亲自去一趟雪月城，务必把萧楚河给我带回来。你告诉他说，朕已经赦免了他，只要他能够回来，这太子之位就还是他的。去吧。儿臣遵旨。
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努力，父皇最中意的还是萧楚河。你竟没死，那就只好让你再死一次。我萧瑟的脑袋到底值几个钱？能让你们暗河的人3番5次的来杀我？那就只能怪你命不好了。雪月剑仙，你们雪月城是铁了心要护他吗？他是何人与我无关。想要在我雪月城里杀人，得先问过我的剑。撤。跑得还挺快。哎，姐，你当年是不是就用刚才那一剑打败了魔教教主叶鼎之啊？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我要闭关3日，你们好自为之。姐，萧瑟，你没事吧？我刚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你姐可是当年围攻叶鼎之7人里，一心想要杀他的人。糟了，无心不会要找我姐报仇吧？无心，如果你真要报仇，我愿替姐姐偿命。无双城宋燕回问见雪月剑仙。雪月剑仙在闭关，谁也不见。你就是那个挑战2次都失败的无双城城主？阿介，我都说了，我姐姐在闭关，你还是回去吧。既然你要守护，那我便踏着你的尸体进去。无双城宋燕回问见雪月剑仙。怪不得挑战2次都失败，趁人闭关搞偷袭。你们无赖城只会搞偷袭，找死！姐，小杰，宋燕回，我曾经伤过一个人的自尊，所以你每次来挑战的时候，我都会让你3分。我要的从来不是让，而是认真一战。那好，我便如你所愿。是我输了，告辞。姐，你没事吧？你这个傻小子，自己都顾不上，还想着别人。你拔剑了，拔剑之时，你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想着，姐你有危险，我要保护你，然后就拔出来了。跟我来。当年因平叛有功，琅琊王萧若风册封4人为天启4守护，分别以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为代号。现在我将母亲的青龙令牌交给你，从今日起，你就是这一代的青龙使。那这天启寺守护要守护的是什么东西？本来天启寺守护是个虚职，后来因琅琊王的请求，传习天启寺守护令牌之人要担起守护那个承载着王朝未来希望的人的责任。也就是说，是那个失踪的六皇子萧楚河。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直到我看到你因为守护的意志而拔出了听雨剑。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既然是母亲的遗命，那我自当奉命而行。况且，六皇子是如此大义之人，我雷无节敬佩他。好。可这六皇子要到何处去找啊？你不知道？我是该知道还是不知道啊？那位六皇子其实比你也大不了几岁，当年在天启被贬后，遭到仙家的伏击，被废去了一身的武功，从此在江湖上就销声匿迹了。啊，那岂不是要我到处去找？这无疑大海捞针啊！其实你不必去寻他，当他遇到真正危险的时候，你一定就在他的身边。真的？这是调理的药方，你虽无性命之忧，但仍有隐脉需调。叶姑娘费心了。你应该知道我为何如此费心。永安王殿下，叶姑娘不用费力气了。你要找的那个人，早就死了。陛下早就赦了他的不敬之罪，还封他为永安王。可他迟迟不肯回天启，却躲在这雪月城。皇宫深深，哪有江湖逍遥啊？也许他进城时受伤昏迷，若有的选，他也未必进城。听闻他进了雪月城，我本以为他还有帝王之志，哪怕是为了琅琊王。琅琊王当年被诬谋反，两大剑仙怒指圣上，都无法力挽狂澜。他一个武功全失之人，与废人无异，又有何神通呢？来不及了。当他踏入雪月城中，尘封的一切都开始运转。陛下病重，朝野间都传，陛下要在龙凤卷轴上写下储君之名了。而我们都知道，那上面本该是萧楚河的名字。如果萧楚河还能回来，还能站在我面前，我和叶自莹将帮他重回天启，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他俩说什么呢？什么天启？什么拿回一切？钱路，你可是雪月城的大小姐，偷听门缝算什么呀？没出息！哎呀，这么晚了，他俩到底有什么好聊的呢？无论如何，多谢叶姑娘这段时日的照顾。我照顾你，也是看在千洛妹妹的面子上。你心思深沉，日后千洛少不了为你苦恼。那些江湖朝堂之事太过危险，一个客栈老板如何护千洛周全？千洛，叶姐姐，你俩接着聊，我就是路过。千洛，没什么好聊的了，只是我误以为他是我儿时的一位故人。但今日一看，是我认错了。这里没有为天下而战的萧楚河，只有某人喜欢的客栈老板萧瑟。某人？什么喜欢？我没有喜欢。真的？那看来是我白担心了。叶姐姐，
这世上没有谁是谁的附属，也没有谁一定是谁的守护。千洛是个好姑娘，日后定会成为枪仙，自为高峰。至于我们，若是有缘，定不辜负。师傅，怎么样？终究还是输了。这个雪月剑仙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告诉我他在哪，我去一战。够了，不要再胡闹。师傅，已经查明，那女子就是无心和尚。好啊，雪月城竟敢包庇魔教余孽！无心，跑了那么远，也该停下来歇歇脚了。旁边那位施主跟了一路，也一并出来吧。好眼力！好小子，我们都被他给骗了。不好！无心的劫，还是无心自己来渡吧。师傅，哎，不用追了，鱼已入瓮了。都出来吧！怎么是个女子？不是说抓魔教之子吗？莫非消息有误？宋城主的消息不可能有错啊！宋城主，你不是说抓魔教之子吗？这怎么来了个娘子啊？此人便是躲在城中的魔教之子无心。如此美女，怎么会是魔教之子？宋城主，您不会搞错了吧？除非他用了罗刹堂秘术，把你面纱摘下来。看来啊，这麻烦还是要解决。他的眉眼真和魔教之子有几分相似。诸位，魔教之子，人人得而诛之。我们一起上！住手！你们说他是魔教之子，他就是魔教之子吗？就是。哎，要是我说我是你爹，你岂不是也要叫我一声爹？你什么你？你在进城的时候就已经百般调戏我大表姐，怎么？现在还蹬鼻子上脸？哈！莫非你是死心不息，还想继续非礼我大表姐？你姐可以拜我，但你不能。我就说呢，今夜雪月城如此热闹，原来是无双城的宋城主到了。拜见枪仙。不知道宋城主来我雪月城所为何事啊？自然是关于魔教之子的事情了。魔教之子？难不成会在我雪月城？哼，不知司空城主是不知道，还是故意包庇？我算弄明白了，原来宋城主来我雪月城是来找我问责的。魔教余孽，人人得而诛之。
司空城主，我看您还是把人交出来吧。难道父亲是魔教教主，但儿子一定是小魔头吗？难道你不知道，寒水寺的住持忘忧大师就是被他杀的吗？他把罗刹堂32秘术学成之后，入了魔，杀了忘忧大师，不是吗？真是可悲，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这吴心杀了忘忧大师？话不多说了，司空城主，今日你这人是交还是不交？交还是不交，不是你说了算，而是我说了算。你口口声声说这魔教之子在雪月城中，可自始至终，我看到的只有我雪月城的百姓，并没有你所说的什么魔教之子。倒是你宋城主，如果你想利用魔教之子扰乱我雪月城的话，恐怕你这无双城的城主也当不成了。你，白王殿下驾到！见过白王殿下。都起来吧。本王无心插手江湖之事，今日前来，只为会见一位故人。不知雪月城和在场的诸位英雄豪杰，能否给本王几分薄面？白王殿下见笑了，不知您想找的是哪一位？殿下小心。好久不见，萧楚河。原来你是萧楚河，也就只有你不知道了。你也……原来父亲让我守护的六皇子，就是萧瑟。我们兄弟二人，似乎很久没有像这样坐在一块喝茶聊天了。是啊，上一次还是我离京以后，准确的说，是琅琊王谋逆案以后。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我喜欢向前看。真的过去了吗？跟我回天启吧。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天启是全天下最好的地方。等我长大离开以后，方知天下之大。还请白王转告父王，我还需游历一番。为何？我觉得江湖比庙堂更有趣。是吗？我还以为是因为你结交了新的兄弟。哎呀，你知不知道，这个白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白王萧崇，因大皇子早夭而成为实际上最年长的皇子。传闻他天资聪颖，谋略过人，深得皇帝宠爱。可不知为何，突然双目失明，从此之后深居简出，因此少有人知道他是个盲人。哎呀，这也太可惜了。一步障目，不清眼前人，却闻天下事。白王虽然目盲，但心不盲，才干依然胜过大多数皇子，也是第一个被封王的皇子。哎，那他为什么突然来找萧瑟？还有之前那些杀手，到底是不是？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说来也巧，白王突然出现，我的朋友才能这么容易脱身。没想到，你真的和传说中的魔教之子结识为朋友。看来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萧楚河。瞎子，瞎子，你个瞎子，让我揍揍你！不许欺负我二哥，假模假样，还不赶紧给我滚！这件事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滚吧！大多数人都认为瞎子即是蠢，魔教之子即为恶。我不愿囿于成见之中。我跟你一样，体会过荣宠一生的感觉，也感受过一落千丈的滋味。当年你跟父皇之间，
不过是一时的意气之争。意气之争？你当真以为琅琊王案是真的谋逆吗？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父皇已经放下了，你也该放下了。我放不下。你知道皇叔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你跟他感情深厚，有句话很残酷，但也很现实。自古皇家无父子，帝王家中少兄弟。所以，二哥也没打算认我这个兄弟。那我何苦还来这里？你当初就不该触他逆鳞，事到如今，也不必逼我表态。我到底怎么想的不重要，琅琊王当年是不是真的谋逆也不重要。重要！琅琊王当年拼死护他登上皇位，一个全天下最不能谋逆的人被安上了谋逆之罪，为什么？为什么？明眼人都知道为什么，你更不会不知道。琅琊王原本深得人心，可他出事之后，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替他说话，只有你这个傻子。是，我是个傻子，当年是，现在也是。只有我这个废人，为了一个死人，讨回公道，平反昭雪。照我看，此事几乎毫无希望。什么帝王心术，还不是为了满足他的一己私欲？什么帝王霸业，还不是为了守住他的位置？六弟，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有些话我可以当作没听过。只要你愿意回来，父皇会赦免你的罪过，你依旧是那个天之骄子。我又没有罪，谈何赦免？在他心里，没有兄弟之情，也没有骨肉之情，有的只有无尽的猜忌和怀疑。这样的家，我不回也罢。看来你还是对当年被贬之事耿耿于怀。琅琊王谋逆案，对于我，是私事，也是攸关北离的家国大事。我必定会追查到底。萧楚河已经死于雾林之中，现在只有客栈老板萧瑟。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从没想过害你。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你说我不想认你，可我怎么觉得是你已经不需要我了？萧瑟，你可算出来了！你再不出来，我俩都要硬闯了。可他好像不需要你的保护。是啊，我又没说要你保护，是你非要跟过来的。你们，行行，我自作多情行了吧？切，不对啊！哎，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我还莫名其妙欠了你500两。哎，这个小横货。你今日为何不跟白王回天启？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我知道你心里已有计划。如果要调查琅琊王谋逆案，回天启调查，岂不是更方便？
我之所以要查清琅琊王案，不仅是为了找出当年谋害我的人，更是为了揪出背后搅动风云的人。如此奸佞不除，无论谁登上帝位，北离都将不得安宁。原来如此，看来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萧楚河。只有你这样心怀天下、深谋远虑的皇子，才能担当社稷之重。我可没说我要当这个帝王。你这股绝劲儿，和雷无节简直如出一辙。我和我爹的双刀叶子营，是你永远的后盾。无论何时，只要你一句话，叶子营便会为你冲锋陷阵，在所不辞。我也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无双哪儿去了？他说要再买些糕点带回无双城。这孩子，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他吧。王长老、吴长老，你们怎么来了？听说城主大人要回城，我们二人特来迎接城主。大长老，有话不妨直说吧。为了让无双城重新崛起，我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现在看来，你绝非那个能够带领我们无双城重回巅峰的合适人选。叶回啊，这论能力，你有忠心之相，却无忠心之才；论武功，你接连挑战李寒衣3次，但是却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二位长老，这是什么意思？我师父为了无双城殚精竭虑，为此荒废了他的剑术，你们怎能落井下石？哎，玉妃，不得无礼。我承认这些年我做的确实不够好，时机一到，我也愿意退位让贤。既然如此，那回去之后，你便把城主之位禅让给你的师弟叶涛松。叶涛松，他并不是我心中最合适的人选。哼，你不就是想让你的宝贝徒弟无双继位吗？无双怎么了？放眼整个江湖，还能找出第2个这样的人吗？年纪轻轻，他便能使用无双剑匣，假以时日，他定能成为剑仙。他绝对能担负复兴无双城的重任。无双确实天赋异禀，但他胸无点墨，目无尊长，绝非无双城主的最佳人选。这说到底，无双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我们无双城这100年的基业，绝不能交到他手上。识相的话，就应该把城主令牌交出来。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接应，是想逼我交出城主令牌？你的剑还未到剑仙境，而且你刚刚还受了重伤，你不会以为你能抵得住我们2人的合力一击吧？无心，小魔头，我们放你一马，你竟敢来插手我们无双城的家务事！小僧只是看不惯你们联手欺负一位重伤未愈的老人罢了。家务事他没资格，我有没有资格？